我今天过来找找，看看小鹿还在不在附近了。它已经不在那天趴着的地方了。昨天晚上在棚里边看到过它的踪迹，我再找找看。哇，棚里边经常都会有这种特别漂亮的蝴蝶。这些在棚里边的西红柿虽然是种的有点晚了，但是长得还是挺好的。昨天晚上它就趴在这里边安安静静的待着，感觉是鹿妈妈已经来喂过它了。今天好像是不在这儿了。我过那边看看，是不是它在芹菜的这片花丛里边，看看有没有呢？这些芹菜都还是去年的，也没怎么管它，没收拾出来。现在夏天一热，都已经开花了。感觉我进不去呀，看看从这儿能不能看见什么？好像也没有。哎呀，从这边的边缘钻进去看看，看样子是没有，应该不在这地方了。丽丽这边西红柿的整枝可能还没弄完。我估计它也是进不来这边，所以这边这几棵上边的这种侧枝都还没打掉呢。我先稍微把它往绳子上绕一绕，像这种侧枝先给它打掉吧。哎呀，还弄不动，到时候还得叫丽丽过来把这些给剪掉。这种小的可能一掐就掉了。哦，看这地方这些土，这应该都是小鹿趴着时候留下的痕迹。还有这边的这一块也是趴出来的一个小坑，哎呀，绕在绳子上，这活实在是太多了。我在找小鹿，顺便还得把西红柿稍微打下枝，然后往绳子上绕一绕。西红柿就先这样吧，我先不管它了，还是干正事来找小鹿。应该是确定不在这地方了，我得出去看看去了。再来找找这葡萄下边有没有，好像也没有，好像到处都没有。莫非真是被鹿妈妈给带走了？看看这些棚子底下有没有藏着，好像也没有。如果没有被鹿妈妈带走的话，它藏的也太深了。哇，这甜翠豌豆都已经长这么大了。这蚕豆也是到了最成熟的时候了。前几天丽丽摘了一些，做了点蚕豆蛋花汤，还是非常好吃的。这种特别小颗的，下边也是结了好多好多。这边这些豌豆豆子应该也都成熟了，都已经非常鼓了。哦，我们院子里今年种了好多种豌豆，有那种最普通的吃豆子的豌豆，还有吃豆荚和豆子一起的这种甜脆豌豆，还有一些就是吃豆苗然后吃豆荚的这种荷兰豆。这种普通的四季豆也已经开始爬架，并且开始结豆荚了。其实甜翠豌豆我们就种了好几种，这应该是另外一种了，现在已经记不清种的是哪种了。甜翠豌豆的好处就是豆子豆荚都很好吃。这些是4月份的时候种的，吃豌豆苗、豌豆尖的那种斑点豌豆，也就是一种荷兰豆的品种。这还有非常耐寒的冬豌豆，是去年入冬前种下来的，现在都已经结豆荚了。这种冬豌豆其实主要就是用来在入冬前种下来当成覆盖作物的。它的豆尖豆苗是可以吃的，但是味道没有斑点豌豆或者是其他荷兰豆的品种那么好吃。它的豆荚也是特别的小，也不是特别好吃。你看，这是豆子还没有鼓起来的豆荚，特别的小。这边是鼓起来的，也不是很大。其实剥开就能知道它种子是特别小的那种。不过怎么说呢，其他的豌豆品种在我这地区基本上过不了冬的。这种豌豆你种下去，不管再冷的温度，冬天过冬是没问题的。早春的时候能够给我们提供第一批的豌豆苗和豌豆尖儿，那个时候刚好是菜荒的时候，所以作用还是挺明显的。哎呀，这边这些蚕豆都已经该摘了，再不摘的话该硬了，新鲜吃就不好吃了。还是结了不少的，看看叶子有点发黄了。这边也是还有不少，我们大葱也在这里边混种着。我们今年是种了2批的蚕豆的，其中的一批是去年入冬前种的，另外的一批是今年早春的时候种的，都结豆子了。这边这一些是丽丽应该是给摘的差不多了，有些都给拔下来扔掉了。哎呀，这么多豆荚也没时间过来摘呀，这些应该摘下来，至少把豆子剥出来，然后给它在冰箱里面冻起来。有时候你就感觉就种一点东西，到收获的时候就好多好多，全家怎么吃都吃不过来。看看这些豌豆，还有甜翠豌豆的豆子，这种新鲜的直接剥开就能吃，不需要加工的。真是特别好吃，特别甜。再摘一个尝尝，看看这甜翠豌豆的豆子排列的整整齐齐的，
很多年前就看到老美生吃这些豆子，还有生吃那些甜脆豌豆的豆荚，当时不太了解，后来自己尝了之后发现也喜欢上这个味道了，真是特别好吃，特别甜，特别新鲜，剥开就可以吃。这边还有一片这种无须豌豆，这种豌豆真的是没有什么须，所以它来吃豌豆苗和豌豆尖儿也是相当不错的。现在结的豆荚也挺好，看看，感觉它也是一种甜脆豌豆的品种。或者可能更准确的说，应该是一种介于荷兰豆还有普通豌豆中间的品种。它豆荚的时候，像这种吃起来也是很好吃的，和荷兰豆是一样的味道。如果你继续让它长成这种鼓起来的，它吃豆子也是特别好的，不像荷兰豆那样就是豆子长得特别小，你等它长老了也没有豆子。这种豆子也很好吃。所以你要是让我推荐的话，就是自己选一些甜脆豌豆的品种种就挺好的。还是干正事儿吧，我在菜园再稍微转转，看看能不能找到那只小鹿呀？难道真的是被鹿妈妈给带走了吗？可是它应该跳不出去篱笆，还是说只是因为它伪装或者隐藏的太深了，找不到？我感觉我真是找不到它。我看网上查了一些资料，也是说这些小鹿其实会安安静静的等着它的妈妈回来找它，而且通常都是藏得比较隐蔽，你可能很难发现它。这可能也是躲避天敌的一种手段，可能是本性里边带的。好多篱笆都年久失修了，也没有时间给修缮一下。它在这儿趴着呢。跑了，今天有点害怕人了。啊，没事就好，终于找到它了。我刚才吓我一跳，我以为它饿死了呢，原来没事啊，那就好了。看它活蹦乱跳的，应该是没事儿，肯定是就像我昨天感觉到的那样，应该是鹿妈妈已经来找过它，喂过它了。因为昨天我远远的望去，就在篱笆外边树的旁边，其实是有一只大鹿在那儿徘徊的。我觉得就是它的妈妈，它昨天晚上应该过来喂了一次小鹿。哇，它这隐藏伪装能力可太强了，不知道大家在屏幕上面能不能看见，就在那个地方藏着。如果不仔细找的话，真的是很难找到。而且现在警觉多了，不像那天了。咱们给放大一下看看它的眼睛，还是挺明显的，还有身上的斑点。我看到上一期视频，好多人建议我们给它喂点牛奶，或者是喂点吃的。其实也谢谢大家提议，但是我们经过查了一下，跑了，哇，跑了，现在是有点害怕了。这才过了1天就已经能跑这么快了。照这个趋势长的话，我感觉它用不了2-3周就能自己跳出篱笆了，太快了，长得一眨眼的功夫又没了，没看清楚它到底跑哪儿去了。哦，在那边的篱笆那儿，看见了，放大一点，能看见它了。谁能想这刚出生几天的小鹿宝宝，我们人就已经追不上它了，太快了。我还是跟它稍微保持点距离吧，不去打扰它了，别给它累着。它现在跑起来是撅着摆尾巴，还挺可爱的。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么警觉，看来已经是很怕人了。上次能抓到它们亲近人的这个瞬间，还真是不容易啊！这才过去了1天多的时间，看看它在那个地方躲着呢，我还是跟它保持一定距离吧，别让它乱跑了。其实上一期视频的时候，很多朋友留言说给它喂点食物呀，或者是喂点牛奶。这里先谢谢大家给提供建议。不过我们查了一下，一个普遍的比较好的建议，或者说一个比较科学的建议，就是如果你没有发现旁边有死去的母鹿啊，或者说小鹿异常的焦躁不安呀，那就说明这只小鹿并没有真的被妈妈遗弃，或者是妈妈没有去世掉。所以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放回到原处，不要试图去救援它。好多时候可能是你的好心，比如说你给它喂了食物，喂了吃的，或者是你给它拿回去养起来呀，给它什么盖毛毯呀。我看很多人都是那样，就是觉得自己对小鹿特别的好，特别周到了，其实是害了它。你对它做的越多，它妈妈遗弃它的概率就越大。如果一旦被它妈妈遗弃了，就很难再救回来了，真的可能就得找救援组织了。而且救援组织好多时候也不一定有特别好的手段。所以他们的建议就是，
你在哪儿发现它的？如果没有特别明显的是它妈妈遗弃，或者是妈妈已经去世死掉了的这种信息的话，那你就把它放回去，让它的妈妈来照顾它。哦，不对呀！哇，我突然觉得这可不是一只小鹿。哇，今天真的是又一个惊喜，这是鹿宝宝双胞胎呀！哇，是不是那一只小鹿是我们昨天的那个比较亲人的那只呢？这只看起来有点怕人。哎呀，不能再靠近它了，不敢再靠近了，可能要跑掉了。哎呀，双胞胎鹿宝宝，真是又一个惊喜。哎呀，他们真的把菜园当成家了。我觉得他们活蹦乱跳的，一方面是确实是挺开心的，因为没事儿，他的妈妈肯定会照顾他们的。另一方面呢，又开始担心了，等他们长到能跳出菜园的时候，不知道我的菜会被他们吃掉多少了。哎，不过无所谓了吧，我的菜反正也多的是，也吃不完。这真的是变成了动物园了。我把手机先放在地上，我过去看看能不能靠他们稍微近点观察一下。哦，真的是感觉趴着的那只小鹿应该是我们昨天那只，明显没有那么警觉，好像并不怕人。但是站着的这个就看着挺害怕人的。把手机再拿过来，再给他们近距离的拍一拍。看看是不是趴着那只小鹿，看着眼神就比较亲人，比较随和祥和，或者说比较安逸一些。那只站着的看着精神有点紧张，有点怕人。这不同的小鹿性格差异还是挺大的。我感觉我要是再往前走的话，那只鹿可能就要跑了。哦，要跑了，跑了！这只是那个比较亲人的，也有可能是它还太小。看，真的是啊，这只鹿并不怕人。这我确定了，这是上一期视频我们拍出来的那个。现在确定了，安然无恙就好了。不是双胞胎，应该至少也是兄弟姐妹，或者说是一个鹿群里边的兄弟姐妹吧。感觉他们出生应该是没差几天的。所以说我感觉又学到东西了，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，那就是观察一下，看看如果不是100%确定它是被遗弃的话，那就是把它放回原处，等着它的妈妈过个12小时左右过来找它，它的妈妈会照顾它的，我们人就不用太操心了。其实我们的好心往往可能会办一些坏事儿。看看它现在活蹦乱跳的，这么可爱，完全没有问题。而且从神态呀、身形啊，这肯定是被妈妈喂饱奶了。其实我的视频是前一天，到今天的话已经过去1天半或者将近2天时间了吧，它还活蹦乱跳的。通常如果是还没有照顾的话，可能12个小时它可能就已经饿了，然后1天的话可能就已经是没有劲儿了。这只小鹿撅着一个屁股，你看看它还是趴在里边了。其实在菜园里边躲着还是安全多了，这菜园里边毕竟是野生动物，进来的几率要小。好了，现在就放心了，大家也不用担心了。这2只小鹿是有人照顾的，它们的妈妈会照顾它的。而且另一个惊喜是，不光发现了1只，是2只小鹿啊。另外那只鹿跑得也太快了，这一跑又不知道哪儿去了。刚刚明明看它朝这个方向来了，现在找不到了。算了，我就不管它了，它们应该是自己生活挺好的。这几天麦麦是从学校把流感传回来，我们一家现在都是有点发烧，而且咳嗽、嗓子疼，还是挺难受的。
而且现在工作也挺忙挺累的，有的时候事情太多了也休息不好。下班之后在菜园里面逛逛，拍一拍，看一看这些小鹿，也是一种放松吧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减压非常有效的方式。鸡鸭鹅我也给它放出来吧，这些动物都是和人一样，你给它关在笼子里边，谁都不舒服，还是让它们自由自在的比较好。看看可坏了，等下我再用水龙头给它放一点更干净的水。感觉生在我们家的这些鸡鸭鹅还是挺幸福的，有吃有喝，有人照顾，还没有天敌，想出来的时候还会出来。这小日子着实是过得不错，而且更关键的是，我们家的这些鸡鸭呀都是用来生蛋的，是不会吃它们的。主要是麦麦那小子是绝对不允许我们吃这些鸡鸭的，他会每天过来数这些鸡鸭的数量，哪怕送走了都会问我们鸡鸭哪儿去了。这小孩从小就有颗圣母心，也不知道是好是坏呀，就怕将来在社会上遭受毒打。虽说好多时候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，但是社会的实际情况还是太复杂了，很多事情并不是我们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。哎，